果电动车从400伏特走到800伏特是第一次跨越，那么1000伏特就是第2次文明跳跃。在这个电压区间，人们将第一次看到插枪10分钟长途一站到底不再是宣传语，而是公共体验。我们正在从电气时代走向高能量传输社会，而汽车是这个时代的第一批终端设备。如果说800伏特是今天的资格线，那么1000伏特就是未来的进场门票。它不是车厂面子功夫，而是工业下一阶段单位时间能量注入极限的关键变量。因为补能效率无是体验问题，它是社会运行效率问题。当你在高速服务区不需要排队，不需要焦虑，不再把充电当作事件，而是变成顺便时，电动车彻底完成从替代品到基础设施节点的转身。这条路第一个真正开闸的是保时捷 Taycan Turbo GT， 它把电压平台拉到920伏特左右，宣示着超级跑车进入电驱时代后，不仅不会失去热血，反而会获得永续能量冲刺能力。Taycan 不是为了做一台快车，它是为了证明电气架构如果设计正确，能持续释放峰值性能，而不是跑2圈就降功率哭了。Taycan 的高压电气架构与双向功率电子模块为整个欧洲工业体系打了第一针强心剂，高电压不是可选项，是未来性能的唯一逻辑。紧接着，奥迪 e-tron GT 作为平台兄弟，用同样的高压体系让豪华4门轿跑进入高压加速时代。奥迪没有喊口号，它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让消费者感受到了欧洲传统豪华对新电气技术的信仰式投入。这一刻，欧洲想告诉世界，机械时代的文明火炬，他们希望在电气时代继续握在手里。然后镜头转向东方，中国的高压体系不是从超级跑车进入，而是从规模工业与场景化落地开始。比亚迪展出1000伏特高压平台解决方案时，那一刻的意味不是我们能做，而是我们准备普及。比亚迪的逻辑始终是产业逻辑，而非旗舰逻辑。当他谈1000伏特，那不是概念，而是供应链准备好了，未来会下放。基于 E 方与新能源电子电气架构，1000伏特不是某一款车的能力，而是一套体系能力。你能看到刀片电池进化版、电驱单元集成度、3电协同、扁线电机、SiC 模块、冷却逻辑，他们正在为1000伏特做准备。那些还没量产的技术展示，往往比量产车更能说明未来格局。比亚迪不是在跟随，是在引领中国高压系统标准化。与此同时，极氪在短时间内表明态度，不会只停在800伏特，而是把高压作为性能与超充的双引擎路径。极氪001F2以及即将进入全面高压体系2阶段的车型，会成为中国第一批民用性能加长续航并行的高压族群。如果说欧洲用 Taycan 证明性能不死，中国就会用极氪证明性能走向大众。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与快充平台，新旺达的高倍率包，比亚迪与蜂巢能源的高压模块方案，这些不是顶部烟花，而是大规模供给的底气。小鹏仍然是那个技术路线探路先锋。当 X9、G9 进入800伏特后，它立刻展示了更高压架构方向与自建超充网络扩张计划。它的愿景不是我们有1000伏特的车，而是我们会有1000伏特的车和1000伏特的桩，这才是最难的部分。补能体系不是车企自己能决定的，除非你自己铺装、做软件、做网络、做热管理闭环。小鹏的路线不是车，是生态。问界与华为同样如此。M9 出现后，人们意识到高压并不是性能玩家的领地，它可以是智能驾驶与用户体验模型的一部分。华为的智能能量控制系统基于算力模型、AI 热管理与 BMS 优化逻辑，未来进入1000伏特，并不只是升级电压，而是算力调度下的能量网络自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华为造的高压不会是硬工程，而是能源自组织系统。这是电力科学与 AI 算力结合时，只有中国能够在民用规模里实现的能力。韩国不会袖手旁观。现代与起亚已经在 EJMP 平台上完成800伏特第一阶段布局，他们展示的高压原型系统已经能够向1000伏特方向扩展。韩国路线非常清晰，会在动力电池形态、功率半导体、整车高压结构上直接对标中国模式，用规模能力反向压缩成本周期。IONI Q7 与下一代起亚旗舰将成为全球第2批量产1000伏特体系之一。韩国的逻辑很中国，不是试验，是赶量产。而在美国，特斯拉 Cybertruck 已经是800伏特加架构，马斯克已经在公开场合提到下一代平台将进入更高电压体系，特斯拉肯定会站上1000伏特。只不过马斯克不会说我们在追，他会说我们选择进入这个阶段，因为我们准备好了。特斯拉坚持400伏特这么久不是笨，而是他们效率极高，所以不急。1000伏特对他们来说是体系演化，而不是技术补课。还有一个名字必须提，蔚来。虽然蔚来长期围绕换电体系，但 NT3 架构将兼容高压路线。
未来的高压路线不是超充，而是换电与高压共存，这是能源人写的逻辑。能源结构不能单路进化。未来的未来换电站会支持更高倍率电池包，也会出现高压高速补电站。未来不是慢，而是走另一条能源场景完整性路线。当这些车企陆续进入900伏特至1000伏特时代，你会看到电车不再是油车替代品，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物种阶段。1000伏特不是电压，是门票；800伏特是进入新时代；1000伏特是成为新文明基建。那一刻，当你插枪10分钟离开，你不是在充电，你在同步一次个人能源节点到未来社会电力模型。未来我们可能会拥有固态电池、半固态、钠离子、氢燃料、AI 能源预测与调度。那时候回看1000伏特，会像今天看最初的喷射系统。1000伏特不是目标，它是入口。真正的目标是能量流动像数据一样快，补能像刷新一样自然，交通工具变成动态智能终端，能源不再是补给，而是服务。每一次高压快充不只是加电，而是一份社会效率的加速。那一天，当加电5分钟继续跑400公里成为常态，电动车将不再需要证明自己，它将成为默认现实。燃油车会变成一种怀旧机械，高速电能传输社会将成为人类进入新能源文明的真正标志。